世界首例乌克兰马古拉威5海上无人艇击落俄军米8直升机。乌军无人机远程打击持续，俄罗斯境内遍地开花。俄军精锐第810旅被打废。2025年，乌军准备攻入布良斯克州。谢尔斯基亲临前线，加强顿涅茨克的防御。俄罗斯秘密计划遭泄露，制定打击日本和韩国设施计划。精彩资讯马上开始。2024年的最后一天，乌克兰在全面打击俄军目标中度过，并迎来了2025年的开门红。12月31日，乌军出动多艘无人艇袭击克里米亚，而俄军出动直升机进行拦截，结果悲剧了。据乌克兰情报局公布的视频显示，乌克兰第13特种部队士兵在克里米亚塔尔汉库特角附近，使用配备 R73 导弹的马古拉威5无人艇成功击落俄军一架米8直升机，并击伤了另一架。这是乌军第一次使用无人艇直接击落米8直升机。在2024年5月份，乌军还曾用无人机击落了俄军直升机，并且也是米8系列，因此这也让米8成为了被乌军击落数量最多的俄军直升机。截止目前，俄罗斯并没有承认米8直升机被击落，其国防部只是宣布在12月31日夜间于黑海摧毁了8艘乌军无人艇。但不得不说，乌军将马古拉无人艇纳入防空和进攻作战后，也使俄罗斯拦截变得更加困难。或许今后俄军只能依靠直升机和苏30 SM 战机才能远距离拦截这些海上目标。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也远没有结束。乌克兰总参谋部12月31日证实称，乌克兰昨夜发射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亚尔采沃区的一个油库，并引发大规模的火灾。俄军大量物资毁于一旦。据悉，该油库曾长期为前线的俄军提供能源支持，是斯摩棱斯克的重要军事目标。但斯摩棱斯克州州长瓦西里阿诺辛却表示，火灾是由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引起的，声称一切都在控制中。与此同时，乌军还向布良斯克的辛季布科夫市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直指当地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在袭击过程中，乌军先是发射数架无人机吸引了俄军反攻火力，紧接着出动佩克洛无人机导弹进行精准打击。从现场拍摄的画面看，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在遇袭后已经燃起了大火，并迅速向四周蔓延。目击者也声称，从31日夜间开始听到了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声。对此，俄罗斯尚未做出回应，详细战损有待后续披露。不过，德鲁日巴输油管道是布良斯克境内的一条关键路线，它将俄罗斯能源运往白俄罗斯和欧洲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如今遭到乌军猛烈打击，俄罗斯战争潜力进一步削弱的同时，也将逐步失去欧洲能源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乌军使用的佩克洛无人机导弹凭借7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700公里的射程以及能携带大量弹药，已经成为暴风阴影导弹的平替品。而此轮袭击已是乌军第2次打击布良斯克。12月11日前后，乌军就向此地发射了10架佩克洛，重点打击了俄军的能源储备。此外，莫斯科郊区洛布尼亚和德米特罗夫有神秘人物纵火焚烧了2列电动火车。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一处加油站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目前，俄罗斯和车臣方面尚未回应此事，不过火力军推测前者大概是乌克兰特工所为，后者则多了一个可能。前几天，阿塞拜疆客机就在格罗兹尼受袭而坠毁，因此不排除亡者亲属的报复。前线方向，俄军第810旅被打废。2025年，乌军准备攻入布良斯克州。霍尔斯克方向，12月31日，乌克兰特种部队发布地理定位录像，表明在占领克鲁格伦克叶村后，乌军特种部队第6游骑兵已在这里重新建立起防御工事。同时，乌军还继续沿着 38K0224 高速公路向波格列布基东部推进。在苏贾东部，乌军与俄军交战于农学村和马赫诺夫卡郊区。而昨天，乌军使用海马斯导弹袭击利戈夫火车站，有了进一步报道。如 RBC 新闻报道称，来袭的不是3枚，而是至少5枚海马斯导弹，站内发生了剧烈爆炸和大火。更有消息称，爆炸时俄军增援和轮换的第810海军陆战旅才刚刚抵达这里没多久。也有消息称，遇袭的不是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如福布斯新闻就报道称，俄军精锐的第810海军陆战旅虽然已被迫转移，但其重新部署整修的地方在普列霍沃一带，具体情况俄罗斯官方尚未回应。不过在此之前，乌军曾袭击过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在利戈夫市的地下指挥部，虽然战损未被披露，但当时有消息称被摧毁的地下指挥所里有不少俄军军官和朝鲜军官。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辛施泰因当时也承认了袭击，只是跟以往一样，宣称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总之，不管是哪种情况，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已经在过去4个月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被打废了。尤其是11月中旬，俄军810旅2个400人的纵队在波格列布基被乌军地雷、无人机、大炮全歼。此外，这也表明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控制区域虽然被不断压缩，但依旧保持着高活跃度。在攻入这块俄罗斯土地的第150多天里，乌军的旗帜仍在飘荡。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很可能会在2025年对俄罗斯发起第2轮攻入本土行动。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已在切尔尼戈夫州集结了至少5个野战旅，约15000人，超过了当初攻入库尔斯克的12000人，且大都是北约装备。另外，切尔尼戈夫州背靠基辅，容易获得后勤补给和兵力支援，因此有分析认为，乌军很可能会对布良斯克州发起新一轮地面攻势。当然，在事情没发生前，一切都只是推测。毕竟乌军在切尔尼戈夫州的集结几乎已经是人尽皆知，这就失去了进攻突然性，不符合希尔斯基一贯的用兵之道。而俄军即便存在兵力短缺，也应该会做出一些准备，来增强布良斯克的预警和防御力量。12月31日，乌军在俄军的持续进攻下实施反攻，正从特尔尼内部向东往克里米纳方向，向北往诺沃萨多夫村推进。在北部新克鲁格利亚基夫卡村附近，乌军击退了俄军一次加强排击的攻势，而且受雨雾天气的影响，俄军强渡奥斯基尔河，而对乌军阵地的打击行动变得异常困难，目前只能进行小股部队的骚扰。顿涅茨克州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再次跑到前线视察，并和当地指挥官制定了2025年行动战略。西维尔斯克方向12月31日，乌军在东北部的比洛霍里夫卡和东南部的伊万诺达里夫卡与俄军展开至少8次激战，将其击退。目前战斗仍在持续中。红军村方向12月31日，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表示，新地扎维夫卡村已沦为战场，俄军正在诺沃奥列涅夫卡至新特罗茨克一线，向新地扎维夫卡村、斯佩尼夫卡村以及科特利涅村推进。库拉霍方向12月31日，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第5摩托化步枪旅很可能已经推进到了库拉西夫斯卡火力发电厂的西郊。只不过在此驻守的乌军第37独立海军陆战队旅凭借发电厂的阵地稳住了这里的形势。接下来俄军可能会故技重施，对该厂实施包围，切断乌军补给，来迫使乌军撤退。此外，俄军第110和第5摩托化步枪旅的部分成员正从旧特尼向舍甫琴科推进，从而加强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后勤载具已从原来的 BMP 和 BTR 装甲车衰减为 UAZ 吉普车和箱型车。一名在库拉霍方向作战的乌军士兵称，过去1个月时间里，俄军一直在用改装的民用车辆运送士兵至前线阵地运输补给。12月31日，乌军战略司令部公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610人，距离79万仅一步之遥。同时，2024年一整年的伤亡超过了战争前2年的总和。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俄罗斯在2008年至2014年的计划遭到泄露。据已有的信息显示，由于俄罗斯担心一旦与北约开战，东翼恐遭美国及其区域盟友攻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俄罗斯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日本和韩国民用和军事设施的进攻计划。这些计划文件涵盖160个俄罗斯潜在打击的目标，如韩国的浦项制铁厂、釜山的化工厂、日本方点解本州和九州岛的甘蒙隧道、核电站以及炼油厂等。俄罗斯打击使用的武器包括 K-101、图95轰炸机等。总之，这些详细计划说明了如何打击这些目标设施，如何通过扰乱在作战区域重新集结部队来保护俄罗斯的东翼安全。对此，军事专家奥伯克指出，这些文件凸显出俄罗斯看待北约盟国的态度和对其的提防。一旦俄军决定攻击爱沙尼亚，其必然会派足够的兵力应对东翼的日本和韩国。同时，俄罗斯泄密文件内容和朝鲜出兵援俄，也已证明欧洲和亚洲战区有着直接且密不可分的关系。亚洲无法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反之亦然。据韩联社12月31日报道，由于韩国总统尹锡悦3度拒绝调查传唤，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当天签发了对尹锡悦的逮捕令。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采取强制措施。事件经过如下：12月3日，尹锡悦以维护自由宪政秩序为由，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但外界普遍认为他的目的是打击政敌。戒严军当天尝试强行进入国会，引发政治风波。韩国国会迅速通过弹劾决议，暂停尹锡悦的总统权职，同时展开调查。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
警察厅、国家侦察本部、特别侦察团以及国防部调查本部联合组成戒严联合侦察组，对尹锡悦的指令与行动展开全面调查。公调处此前传唤尹锡悦以内乱头目和滥用职权嫌疑人身份出席调查，但尹锡悦先后3次没有出席12月18日、25日以及29日的调查传唤，且未提供合理解释，因此调查组12月30日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申请逮捕令。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于12月31日批准了这项逮捕令，同时还签发了对尹锡悦的搜查令。公调处即将前往总统府邸执行搜查任务，而逮捕令的有效期一般为1个星期。基辅独立报30日报道，阿塞拜疆总统伊蒂哈姆·哈里耶夫表示，俄罗斯必须为 JR8243 航班在俄罗斯领土上空遭遇火力打击坠毁负责。多份报告和官方声明也均表明，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就是俄罗斯防空火力的无差别攻击。截至目前，阿塞拜疆已向俄罗斯提交了赔偿清单，其中包括道歉、承认责任、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以及向阿塞拜疆政府和受影响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支付赔偿金等。对此，28日普京致电阿里耶夫，为阿塞拜疆飞机坠机表示道歉，但却没有承认飞机是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中的。值得注意的是，稍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和阿里耶夫在12月29日就坠机事件进行了另一次谈话，但没有透露细节，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机会知道透明调查结果。此外，这几天堪称航空界的灾难日，在阿塞拜疆飞机坠毁后，又连续3架客机出事。其一是12月28日晚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航班号为 KL1204， 原计划从挪威奥斯陆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但在起飞后不久发生了液压故障，飞机被迫改降到奥斯陆桑讷菲尤尔机场。然而在降落过程中，飞机偏离跑道并滑进一旁的草地，幸运的是机上182人没有人员伤亡。其二是29日早上，据印度斯坦时报最新航报，一架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哈利法克斯机场经历了一次惊险的着陆。由于起落架损坏，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并起火，同样比较幸运，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其三就是3起事件中唯一有伤亡的韩国客机坠毁事件，这个火力军之前说了，就不过多赘述。目前韩国政府已宣布全国哀悼7日，直至2025年1月4日。当地时间12月18日，乌克兰证实已收到首批约1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这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直接输送液化天然气，这意味着乌克兰切断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一事已经板上钉钉。而对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威胁乌克兰，若是2025年1月1日中断俄天然气过境，就中断对乌克兰电力供应一事，泽连斯基称，欧盟通过斯洛伐克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9%的电力，目前乌克兰正与欧盟其他邻国合作，以抵制斯洛伐克切断电力供应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时候，波兰站了出来。有消息称，如果斯洛伐克敢中断对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波兰就准备增加国内电力产量，增加对乌克兰的电力出口来抵消影响。总之，不出意外，俄罗斯天然气通过乌克兰输送到欧洲的现行过境协议将于12月31日到期。乌克兰此举有助于欧洲进一步放弃依赖俄罗斯能源，加上特朗普2025年的努力和沙特的能源降价，俄罗斯能源市场进一步萎缩，赚钱的机会不多了。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12月29日表示，乌克兰已经从丹麦、法国和立陶宛获得了超过 1.5 亿欧元的资金来发展国防企业，其中丹麦占据大头，援助了 1.1 亿欧元来帮助乌克兰生产国产弹药，其次是法国援助2900万欧元增强乌克兰安全和防御能力，最后是立陶宛拨款1000万欧元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发展。报道称，这笔资金将用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导弹和火炮的生产，这样不仅没有武器使用限制，还有助于解决战场上的弹药短缺问题，同时也标志着乌克兰在促进武器生产自力更生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基辅独立报30日报道称，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德宣布，该国将通过国际无人机联盟向乌克兰转让1000多架各式无人机。报道称，这些无人机将在拉脱维亚生产，最终通过英国和拉脱维亚领导的无人机联盟进行管理和运输。此外，拉脱维亚此前还宣布，他将在2025年向该联盟额外提供2000万欧元用于发展。但说白了，还是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拉脱维亚如今已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已承诺每年提供 GDP 的 0.25% 用于军事支持，并将提供数千架无人机。而该无人机联盟除创始国外，还有7个国家加入，分别是德国、加拿大、荷兰、立陶宛、瑞典、爱沙尼亚和丹麦。
基辅独立报报道显示，在阿联酋的斡旋下，乌克兰与俄罗斯在12月30日进行第59次战俘交换，从俄罗斯囚禁中带回了189名乌克兰公民，这是全面战争期间最大的囚犯交换之一。获释者包括87名武装部队军人、43名国民警卫队成员、33名边防警卫、24名水手以及2名平民。泽连斯基也发文表示，获释者来自前线不同方向，是亚速钢铁厂、马里乌波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保卫者。他强调，乌克兰将继续努力释放所有被俄罗斯关押的人。俄罗斯方面则有150名获释者。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这150名俄军士兵已被撤离至白俄罗斯，在那里他们将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并有机会与亲属联系。美国中央司令部12月31日表示，美国驻中东部队在也门首都萨那及其沿海地区打击了多个胡塞武装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出动舰艇和战机于30日和31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重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指挥中心、武器生产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当地的消息人士也称，美军对位于塔瓦拉地区的建筑群进行了至少10次轰炸，对位于市中心的胡塞政府国防部大楼进行了2次轰炸。空袭期间，美军还在红海上空击落了7枚巡航导弹和1架无人机，而美国人员和设备没有任何损坏。不过，胡塞武装领导人则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多次声称成功袭击了美国目标，造成损坏。如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发言人叶海亚·萨利阿准将发表了最新的声明，在31日凌晨，胡塞武装先发射了1枚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又发射了1枚佐勒菲卡尔中程弹道导弹，打击了耶路撒冷以南的以色列控制的发电站。之后又宣布发射多枚反舰巡航导弹和多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了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他表示，这2次报复性袭击都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是英美联军对也门本土袭击的回应。目前尚未有更多消息传出，该消息需要进一步确认。综合经济日报、朝鲜日报等报道，韩国警方12月30日透露称，当日上午11时30分接到法务部发言人办公室报案，法务部收到一份电子邮件，内容称济州航空空难是他们做的，并警告31日跨年夜当晚，韩国多个城市将有炸弹爆炸。这封电子邮件以日文及英文撰写，并署名 Takahiro Karasawa。目前，韩国警方已着手调查，并加强公共场所的巡逻力度。韩国第一架国产中型通用直升机 KUH-1完美雄鹰迎来首个国际市场订单。据悉，该直升机的厂家已和伊拉克签署了一份价值1360亿韩元的军售协议。虽然报道未言明一共采购了多少架直升机，不过一份监管文件表明 ，KAI 将在2029年3月之前向伊拉克政府交付2架 KUH-1直升机。此外，该军售协议还包括飞行员的维修培训以及消防任务的定制化。伊拉克方面也确认了此项协议，并表示该合约是伊拉克陆军航空兵司令马利基中将于2024年3月访问韩国，亲自测试 KUH-1后签署的。这批直升机到货后将专门用于消防任务，这也是伊拉克继2013年从 KAI 购买24架 FA-50轻型攻击机后再次采购韩国装备。KUH-1完美雄鹰是韩国第一架国产中型通用直升机，在2006年的 KHP 计划下与欧洲直升机公司合作启动，旨在取代 UH-1H 和 500MD 等老旧的直升机。其采用2具 T700、701K 涡轮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为8709公斤，航程约为828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251公里。此外，该机具有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包括 GPS、雷达预警系统和数字测绘功能，以及防弹机身、防撞油箱和对抗系统等防护设备。据路透社的调查发现，一些俄罗斯的亿万富翁所拥有的化工厂正在向制造炸药的工厂提供原料，而生产的炸药则被俄罗斯用在对乌战争中。调查显示，这样的化工厂的持股者主要来自5名受到北约制裁的俄罗斯亿万富翁，其中包括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前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以及俄罗斯首富的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2025新的一年开始了，大家认为乌克兰今年会有怎样的表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